我41岁那年割了包皮，这话要是搁在群组里讲，立马引来3种反应。第一种，笑到喷饭；第二种，问是不是中了什么邪教；第三种，认真起来了，问你在哪家医院做的，有没有排长龙，痛不痛，有没有保险。我最怕的是第三种，因为我哥这回事，真不是因为信仰，也不是因为卫生意识突然觉醒，更不是跟风。坦白说，我只是想逃避人生里某种更大的痛苦，结果阴差阳错，选了这种局部性疼痛来转移注意力。你要问那时我在烦什么啊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啊。但我可以跟你讲，那年我老婆跟我冷战，老二在学校打架被训，房贷又涨了30个基点。我站在厕所里刷牙，突然感觉人生一团乱，想找点事做来重新掌控一下局势。有人去健身，我割包皮，各取所需。其实从决定到真正动手也不过3天。我是那种一冲动就很果断的人，犹豫的是那些小事，比如午餐要吃乐沙还是椰浆饭。一旦是人生大事，反而很容易放手一搏。我先在谷歌搜了一圈成人割包皮，跳出来的内容让我差点当场放弃。有说3天不能走路的，有说肿到像黑木耳的，还有附图千万不要点，全是血淋淋的警告。我喝了一大口白开水，心想不就是一层皮吗？我这几十年皮鞋穿破无数，包皮还不舍得割。我点进一家叫做优割诊所的页面，听名字就不正经，像什么促销口号。页面设计很先进，有 live chat， 还有限时优惠配套。我突然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割包皮，还是买一台电饭煲。我对着手机键盘，手指悬空了10秒，最后敲下一句：请问40岁割包皮还来得及吗？对面很快回了：当然可以，许多客户都比您年长，我们的医生拥有20年以上经验。这个比您年长的措辞让我莫名感动，仿佛割包皮这件事也能从羞耻感里找到一种代际尊严。我跟老婆讲这件事的时候是在晚饭后，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听我说，你讲真的？她头也不抬，语气像是在问今晚是不是又买了没用的烧配小工具，很认真。我觉得是时候了。我端出那副中年男人最常用的表情，庄重中带点悲壮，像要去参加一场中学同学的葬礼。他停下动作，盯着我几秒。你是不是外面有人？我当场噎住了。哈，割个包皮你想到出轨？你最近一直怪怪的，忽然讲要健身，现在又要割，你是不是想升级一下仪表，出去找年轻的？拜托，我去诊所看的是老医生，不是年轻姑娘。他沉默了几秒，点点头，像在默许什么。你自己决定了，只是别回来哭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一旦动手真的不能哭。他回房后，我在客厅坐着，电视里是 SROEC 的综艺节目，一群人戴着假发跳舞。我看着看着，突然笑出声来，笑着笑着又觉得有点鼻酸。40岁割个包皮，要不要搞到这么戏剧化？割包皮当天早上，我起得比上班还早，洗完澡站在镜子前仔细检查了一遍。那一刻，我对着自己的小弟弟讲了一句，兄弟，今天我们走到人生的新阶段了。我穿了一条宽松的短裤，一件 Old Town 咖啡店免费送的 T 恤，脚踩拖鞋，像是要去巴沙买菜。其实我也是这么假装跟邻居讲的，我去买点红枣。到了诊所门口，我差点打退堂鼓。那地方不大，夹在一家洗冷气的店和卖电脑配件的铺子之间。门口贴着成人泌尿健康中心，但左下角小字写着包皮环切，隐秘处理。隐秘处理4个字让我更慌，听起来像是什么地下组织搞的事。前台小姐是个30多岁的马来人，脸蛋圆圆，态度亲切到让我怀疑她是不是故意训练过的。她看我表格上写了年纪，抬头问：41岁才做这个？我硬着头皮点点头，迟到总好过不到。她笑，很多人都这样讲。我没敢再讲话，生怕一张嘴会破功。坐在等候区时，对面也来了一个男的，看样子比我还老，肚子像怀了5个月。他看了我一眼，
冲我点了点头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我们像战壕里的战友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别说话，我们都知道，男人有时候就必须做这种不体面的事。轮到我进手术室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很平静，大概是因为前面那位肚子男出来的时候还能笑着走路。医生是个头发半白的华人叔叔，戴着老花眼镜，看上去像是会打麻将多过会拿手术刀的类型。他一边洗手一边跟我说，放轻松，这是小手术，一下子就好了，真的不痛。他看我一眼，你40岁了，这点痛都怕。结婚了吗？结了。生几个？2个。那你老婆生孩子都撑过去了，你割点皮怕什么？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格尊严被莫名说服了。我躺在手术床上，医生替我打了局部麻醉，麻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还拍了拍我大腿，说等下你如果觉得痒，不是因为兴奋，是要笑。护士是个20多岁的女生，站在我腿旁边，一脸镇定。我闭着眼睛不敢看，整个人进入一种我不在现场的精神状态。然后我听见咔哧一声，医生，你是不是开始了？都割完一半了。我张开眼，看见护士手里拿着一把剪刀，像刚帮我修完盆栽。医生继续缝合，一边还和护士聊天，说他孙子最近考试考第1，赢了个电动滑板。我突然觉得这一刻很超现实。我躺在床上，背搁着小弟弟，医生在缝线，护士在笑，我的人生在闪过。这就是40岁吗？一边失去，一边缝合，还得听人家孙子的荣耀。手术完之后，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走出诊所，像一个刚参加完骑马比赛又输了的骑士。护士给我一包药，还有一张 A4 纸，标题写着术后注意事项。我扫了一眼，第二点就写着避免性行为至少3星期。我心里苦笑，3星期，我怕是3个月都不想再碰那块地方。坐进车里，我发现坐姿也不能太自然，必须微微倾斜，像在开一辆看不见的碰碰车。我把冷气调到最大，希望能靠风冷缓解某种火热的羞耻感。回到家，老婆在客厅看小娘惹的重播。我走进门，她瞄我一眼，怎样？还活着吗？活着，但人格受创。她忍着笑，站起来，来，我帮你把枕头垫高点，你今晚得躺得像中风。她说的对，我整个晚上就像一块带冷却的月饼，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。小弟弟被纱布包着，像一根过度保护的香蕉。半夜我被尿急憋醒，走进厕所，面对马桶时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射击角度重新定义。那一刻，我站在厕所里，一只手扶墙，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扶着那个被割的希望，像是怕一个不小心会引发地震。老婆在门口喊，你还好吗？怎么这么久？我在练射击。好了，别抱管就好。我想笑，但笑又拉扯到某条缝线，只能憋回去。休养的那几天，我几乎都窝在家里，像一只受伤的仓鼠。公司那边我请了3天假，说是私人手术，同事也没多问。毕竟我这种年纪的男人，通常一讲私人，大家都自动以为是痔疮。但第一个知道真相的人是阿志。阿志是我大学死党，嘴巴臭得像没刷牙20年。一听我割包皮，马上在群组里丢了5个笑哭的表情，然后开始连续发问，你是被骗了吗？是不是网上那个割包皮换 iPhone 的广告？你老婆知道你这么勇敢吗？我刚想解释，群组里又冒出阿笨，哇，40岁才割，你人生是不是刚开始？短短10分钟，我的尊严就像刚拆线的伤口，被踩了3次，但也不是没有温情。有个平时不多话的朋友私下发我一条讯息，兄弟，其实我去年也割了，恢复期会有点辛苦，但之后会觉得自己像换了个引擎，加油。我看着这条消息差点落泪，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他讲换引擎时，我脑里竟然浮现了一辆重新喷漆的 Proton Saga。 老婆这几天倒是很照顾我，虽然嘴巴依旧毒，但每天会替我换药，还煮了我爱吃的 ABC 汤。有天他蹲下帮我擦药时，我忍不住问他，你不嫌弃我现在这样残缺？他头也不抬，
你以前也没玩好到哪里去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婚姻的真相了吧。你伤了，他笑你，但他还是会帮你擦药。大约1个星期后，我回诊所拆线。那天我走路已经没问题，只是内心依旧有点虚，像刚还完一笔贷款，却不知道还有没有隐藏利息。诊所里依旧是那位前台小姐，她看见我，笑着问：“喂，走路那么有精神，看来恢复不错哩。”我尴尬笑笑：“是了，不过还不敢跑步。”进去诊间，医生让我脱裤子检查，一边点头一边说：“伤口愈合很好，拆线时有一点刺刺的，但你要忍耐。”医生，我已经忍了1星期冷水澡、侧睡、半夜尿尿扶墙，这一点刺我应该扛得住。医生笑：“等下你就知道是不是一点。”结果他没骗我。当那根小钩子一线一线拔掉那些缝线时，我真的怀疑人生。每一根线像牵动着我的祖宗18代，疼得我脚趾抓紧拖鞋，手心全是汗。很久没流这种汗了脸，我咬牙说：“医生淡定地回，这叫男人的洗礼。”洗礼之后，我站在厕所镜子前，看着那片焕然一新的领域，心里有些莫名的感慨。这就是你40岁的样子啊，我轻声说。晚上回到家，老婆问医生讲什么，他说我可以复出。他挑眉：“你很久没出了吧？一回来就讲复出，有点夸张咧。”医生原话，不是我乱讲。好了，复出之前先洗碗。我当场破功，英雄归来第1场战役打的是洗洁精。手术后第3周，医生正式发文批准可以进行性生活。我把这句话读了3遍，像中学时收到会考成绩，满怀敬畏又略带不安。晚上，我特地洗了一个比平时还长的澡，连肚脐都刷了3次。出来时，身上喷了点香水，吹了头发，还特地穿了件在结婚纪念日才会出现的黑色 T 恤。老婆坐在床上玩手机，一边咬着瓜子，看我像在选美。你穿这样是要去哪里？我清清喉咙，不是去哪里，是准备进入人生下一章。他放下手机。哦，那我要热身吗？我愣了一下，结果他伸了个懒腰，关了灯，语气平静，动作慢一点，不然等下又缝回去。我点头如捣蒜，像一个第1次上战场的新兵，明明训练无数，却还是手抖脚软。我们之间的亲密，经历了婚姻的年月，2个孩子，数不清的争吵与妥协，如今再一次靠近，竟然比新婚夜还紧张。我一边调整角度，一边默念医生的术后提示，仿佛进行一场需要精准度的手术。事后，我们并肩躺着，他忽然笑了一下：“哎，其实感觉真的不一样。”我有点惊讶：“真的吗？哪里不一样？”他侧过头，认真地看着我：“你变得小心了，因为我现在不是普通士兵了，我是经过翻新、具备纪念意义的退役勇士。”他笑得直不起腰来。我也笑。那一刻，我们的笑声混合着汗水与岁月，一种久违的轻松浮出水面。几个月后，我已经完全恢复，像个走过沙漠的人，终于可以重新享受旅程。但生活没有因此变得更光彩照人，也没有突然多出什么奇迹。老婆还是会唠叨，孩子还是会在功课上作弊，老板还是觉得我 KPI 不够积极。只是我开始有了一种奇怪的自信，一种我连包皮都割了，还怕你骂我的精神力量。有一天在车上，阿志忽然问我：“老实讲，割了之后，你后悔吗？”我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不后悔。虽然过程很蠢，但好像让我重新面对了自己。”哇，讲到想出家，不是出家，是出家。我们笑成一团。有时候我会想起手术当天那个医生边缝边讲孙子的样子，想起老婆替我换药时皱眉的表情，想起自己在厕所扶墙如中风病人的姿势。那些画面看起来荒谬，可也正是这些荒谬，让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，男人40，虽然下坡的路已悄悄展开，但每一次选择去面对身体，面对羞耻，面对转变的勇气，都是一种再生。那天晚上，我照镜子时，忽然跟镜子里的自己讲了一句话：
谢谢你，终于肯正视自己的包皮问题。他也对我笑了一下，我们和解了。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投稿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男人故事。